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2018年6月，在河南某市发生了一起遗产纠纷案，被告人是死者唯一的女儿，原告则是55位年龄在35岁至50岁之间的女性。这些女性当中，一部分人言之凿凿说自己是死者的妻子，另一部分人则说自己是死者生前最爱的女人。作为死者唯一的女儿，池小燕在面对这些人的无理取闹时，有些哭笑不得。他们我一个也不认识，现在居然不约而同过来要分我父亲的遗产。池小燕打定主意，1分钱也不会分给他们。说起父亲池建设的死因，女儿简直难以启齿。5年前，池建设的妻子患乳腺癌去世，女儿又长期在外地工作，她一下就成了孤家寡人。别看那时候她已经快奔60了，但是她身体素质非常好，而且又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，所以走出去就显得比同龄人要年轻。公园一些大妈形容她长得精神，模样英俊，看着像大小伙子一样。池建设自从失去老伴以后，变得孤独而寂寞，一直想要再找一个，但是女儿池小燕知道后，坚决反对他再续弦。为此，父女2人在电话里大吵一架，开始进入冷战。但是池建设这边却没有闲着，而是来到公园的相亲角，打算先了解一下行情。公园相亲角大多都是长辈替儿女们找对象的地方，但池建设知道，这里也有不少离异的女人，她们同样也渴望爱情的滋养。很快，他就看上了一个40岁出头、身材匀称、长相靓丽、打扮精致的中年妇女。池建设主动上前搭讪，询问对方叫什么名字，在这里要帮谁找对象。女人说她叫赵美荣，今年47岁，是替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找对象的。细聊之后，池建设才知道赵美荣竟然是离婚的单亲妈妈，10几年来都是独自带孩子。如今孩子大学毕业，她开始着急抱孙子，所以才来相亲角碰碰运气。其实池建设心里清楚，这样的女人感情极其空虚，来这里的目的不仅是给儿子找对象，也是为了把自己展示出去，兴许也能碰到合适自己的人选。于是池建设就贴心开导她，说她才40多岁，正是花朵盛放在最鲜艳的时刻，可不能这么急着当奶奶，应该找点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更有意义的事情，比如说呢？赵美荣看着眼前的池建设，年龄最多50出头，仪表堂堂，穿着精致，应该是个有品位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池建设能说会道，谈吐得体，没几分钟就把赵美荣逗得哈哈大笑。赵美荣当时对这个男人印象特别好，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咱们不能再继续一门心思把精力全放他们身上，应该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。被池建设3说2不说，赵美荣的想法确实有些改变。我最近就准备来趟自驾游，好好看看祖国的好山好水，你如果有兴趣，其实我们可以一起。池建设主动向赵美荣发出邀请。此时的赵美荣已经被池建设俘获了芳心，一听到可以出去旅游，她确实心动了。可是你们2口子出去旅游，我跟着算什么呀？还是不要了。一听赵美荣这么说，池建设马上解释，我妻子前2年去世了，现在就我自己。赵美荣心中的顾虑这才解除，最后竟然鬼使神差答应了池建设的邀请。当他看见池建设开的奥迪牌越野车的时候，忍不住眼睛一亮，想不到你还是个钻石王老五呢。池建设笑笑没有说话，
两人当天便开车去了焦作的云台山方向。晚上，他们在景区附近找了家酒店，可惜房源有点紧张，两人只能订一间大床房。你放心，到时候你睡床，我睡沙发，我不会占你便宜的。池建设担心赵美容有意见，于是主动拍着胸脯向她保证。一进房间，池建设就抱了床被子坐到沙发上。对此，赵美容也没说什么，自顾就去洗澡了。池建设躺在沙发上，听着浴室里传出哗哗的水声，忍不住有些心跳加速。毕竟他是个正常的男人，面对风韵犹存的赵美容，说不心动肯定是假的。池建设咽了下口水，只感觉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。正在这时，洗完澡的赵美容裹着浴巾从浴室走出来。老池大哥，要不你也洗洗？池建设转身看着赵美容，对方丰满雪白的身材令他心神荡漾，他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忍不住冲到赵美容面前，紧紧抱住了她香软的身体。赵美容冷不丁被池建设这么一抱，顿时浑身变得无比酥软，整个人直接泄了力。老池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妹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从在公园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能不能就当咱们相互帮助了？池建设现在无比紧张，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。尽管赵美容嘴里一直说着别这样，但是身体却很诚实。她早就软糯糯的倒在池建设怀里，一点挣扎的力气都没有。于是半推半就的给了池建设。从之后赵美容的表现来看，她并没有怪池建设的意思，看得出她心里其实也是对池建设有情意的，否则她也不可能继续留在池建设身边。捅破那层窗户纸后，两个人之间再也没了隔阂，整个旅行过程都是亲密无间的状态。7天的旅行，池建设每天都精力旺盛的像头牛一样，这让赵美容直呼有些吃不消。你一把年纪，还学人家年轻人不知疲倦，小心要了你的老命。再一次事后，赵美容依偎在池建设怀里，满脸含羞带怨地调侃他，在你身上就算丢了这条命，那也值。池建设每句话都能让赵美容无比受用，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初恋的感觉。旅行还没结束，他已经开始幻想跟池建设结婚的场景，而池建设原本确实有想过跟赵美容结婚，但是当他跟女儿池小燕沟通这个事情之后，结果女儿还是一如既往的反对。你要敢娶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池小燕在电话里勃然大怒，跟池建设撂下狠话。池建设被女儿说得无比沮丧，只好暂时放弃结婚的打算。当他将事情告诉给赵美容的时候，对方直接就不干了。一心渴望开始第二春的赵美容，在得知池建设不可能娶自己的消息之后，大骂对方是个老渣男，直接跟他断了关系。这对池建设来说，绝对又是当头一棒。他变得更加空虚落寞，迫切需要找个渠道发泄这种情绪。于是池建设再次频繁出入各大公园相亲角，物色新的交往对象。他所交往的女人年龄从30多到50来岁都有，其中有离异的，也有已婚背着丈夫的。池建设有一次和一个已婚女人瞎混，结果被对方老公和儿子打得住进医院。可这并没有让池建设收敛，他就像是着了魔一样，出院以后继续去搭讪那些风韵犹存的老女人。相亲角找不到，他就到广场舞上去找。从2013年到2018年的5年间，池建设陆陆续续交往了50多名中年女性。如果说刚开始他还奔着跟人家结婚的目的，
但是随着女儿池小燕一次又一次的阻挠，池建设最后完全放弃了结婚的念头。他后来再找女人，纯粹就是为了缓解空虚和焦虑，以及对欲望和未来的迷失。而他一把年纪，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女人的偏爱，一是因为他英俊的外貌和口才，二是因为他良好的身材管理，三是因为池建设有一定的资本积累，也就是不差钱。这些在同龄人当中都是出类拔萃的条件，难怪那些姿色尚可的中年女性会对他钟爱有加。用几个奔放女性的话说，你跟他体验过第一次，就还想第二次，结不结婚已经不重要了。池建设虽然年逾60，但是思想可不老，他随时随地都能和大妈们开展活动。公园无人的小角落，傍晚的公共卫生间，山上的灌木丛后，甚至还会开车到乡下的小树林。那些女性们活了大半辈子，几乎还从来没有这么疯狂过。尤其是池建设的频率，让那些女人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池建设以为这样就能消除自己的沮丧情绪和空虚心情，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得到任何解脱，反而因此断送了自己的后半生。2016年中旬，池建设无意间被查出竟然感染了艾滋病，这让他简直如坠冰窟。他努力回忆这些年自己所接触到的异性，试图找到究竟是谁传染给了自己。可是他交往过的女人实在太多了，就算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是谁，而且就算知道也毫无意义，他已经感染了。亡羊补牢，为时已晚。女儿池小燕得知消息后，感到非常气愤。她觉得父亲都快60了，居然染上这种病，真是太丢人了。所以一开始都没有回来看父亲。到了2017年，池建设的病情开始恶化，再次住进医院。期间有一次病危，需要家属签字，池小燕才不得不从外地回来。她心里既心疼老父亲，却又不断在责怪他，一把年纪居然惹这种风流债，不是为老不尊又是什么？面对女儿，池建设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他曾试图向女儿解释，但是池小燕完全不给他机会。在池建设住院的过程中，陆续有几个曾经的伴侣来看望他，刚开始还对他嘘寒问暖，可是当得知池建设居然患上艾滋病以后，一个个吓得大惊失色，当天便去做了艾滋筛查。后来再有女人来看池建设，统统被女儿池小燕挡在了病房门外。等父亲病情稳定以后，池小燕把他送回家中，然后请了女保姆照顾池建设的起居，自己匆匆返回了工作地。令池小燕没想到的是，她走了才3个月，家里的女保姆居然怀孕了。池建设凭借以往的经验，先是对保姆隐瞒了病情，然后逐渐将她发展成为情人，甚至答应她等病好了就跟她结婚。池小燕知道的时候，保姆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。她再一次被父亲的荒唐行为气得哑口无言，没办法，她只好把保姆炒了，然后答应付一笔钱给对方，条件是保姆必须把孩子打掉。池小燕勉强平息了这件事，只感到心力交瘁，最后只好把父亲池建设带到自己身边照顾，免得他再惹是生非。2018年，池建设病情再次恶化，合并感染了肺部与生殖系统疾病。医生告诉池小燕，他父亲罹患肺结核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在艾滋病的基础上，池建设的肺结核几乎无解，加上他生殖系统的病毒感染，短短2个月，身体各个器官就开始出现继发性病变。
池建设最终因器官衰竭而被紧急转进 ICU。经过36小时的全力抢救，医生们还是无力回天。2018年6月11号，池建设在医院去世，终年64岁。女儿池小燕做梦也没想到，父亲活着的时候就麻烦不断，如今他死了，居然还惹了一场大麻烦。葬礼那天，现场突然闯进来50多位打扮艳丽的中年女人，而且都是为池建设而来的。老池生前答应过我，他将来会把遗产分给我一半，现在他死了，我来拿回属于我的那份遗产。建设说了，我才是他最爱的女人，他会把全部遗产都留给我，这是他给我留的字据。你们都让开，我们家老池亲口跟我说的，他一旦去世了，在市里的房子还有车子都分划到我名下，有视频为证。你们胡说，老池明明只有我一个女人，你们是哪里冒出来的？一帮女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很快便吵了起来，只把池家在场的所有亲戚都惊得瞠目结舌。池小燕再也看不下去，大吼一声：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，到底谁让你们来的？一帮女人也毫不客气回怼道：你又是谁？凭什么管我们？我是池建设的亲生女儿，现在我要求你们立刻离开这里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你骗人！老池从来没说过他有个女儿，就是我看呐，你八成也是他在外面养的情人吧？被众人说成是父亲养的情人，池小燕又气又怒，直接崩溃大哭：滚！都给我滚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池家的那些男性亲戚这时也看不下去，便主动上前维持秩序。那群女人见势不妙，临走前还撂下狠话：你们等着，这事不算完。葬礼结束几天后，池小燕意外收到法院的传票，那群女人竟然把她给告了。法庭上50名原告阵容可谓壮观，他们的集体诉求是必须要分到池建设遗产的一部分，而池小燕的态度却很明确，她1分钱都不给。经过法院系统审理，池小燕最终还是要向他们分别支付一笔不菲的赔偿款，不过好在保住了家底，没有彻底被这些女人瓜分干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